崔禅战死的最后一战，惨烈到足以载入浩然天下万年史册。他以一己之躯力挽天青，不仅逼得半步15境的蛮荒妖族散道，更将布局万古的周密逼入绝境，只能任灾飞升而去。这一战是凡人对神灵的抗衡，是谋略对阴谋的终结，更是一代秀虎用生命为浩然天下续上的喘息之机。当屹立万载，必有浩然的剑气长城轰然告破，蛮荒妖族的滚滚铁蹄便如洪水般涌入这片人间大地。刹那间，烽火连城，山河失色，整个浩然天下坠入了万年未遇的灭顶危机。彼时的战局已然恶劣到极致，蛮荒妖族倾覆蛟龙沟，与碎山之巅的至圣仙师正面抗衡，天外神灵余孽则死死牵制住浩然守护神李胜，将两大顶尖战力牢牢锁死在战场之外。在周密的步步为营之下，短短数年间，扶摇州、金甲州、同叶州相继沦陷，三州山河尽数陆沉，生灵涂炭。即便是向来闭门坚守的南婆娑州，也未能幸免，半州之地已然支离破碎，疮痍满目。挡在周密一统浩然道路前的，只剩下明面实力最为孱弱的宝平州。可谁也未曾料到，经国师摧残百年苦心整合，这座看似不起眼的大州早已实现一州及一国的稳固格局，硬生生将妖族的入侵脚步拦在了疆土之外。当妖族大军裹挟着滔天凶焰杀至宝平州最南端地老龙城时，崔禅早已坐镇此地，手托尾白玉巾，神色沉静地俯瞰着下方密密麻麻的妖众。这一刻，他法相参天，宛如神人施作穹苍，更似那独撑天地的浩然国师，一举一动皆牵动着整场战局的命脉。一声轻描淡写的斩字从他口中吐出，刹那间，宝平州大地目光所及之处，剑光如潮涌奔腾，锋芒所至，无坚不摧。一名仙人境大妖甚至未能反应过来，头颅便已冲天起，鲜血染红了半边天幕。与此同时，宝平州南端海域，飞剑密如暴雨倾泻而下，死死牵制住妖族大军从海上登陆的企图，让其海上攻势寸步难行。见寻常攻势无法奏效，周密当即派遣数位神灵将士，这些神灵无视飞剑的屠戮，携着势不可挡的神威，径直朝着老龙城逼近，危局瞬间加剧。危急关头，马苦玄即刻赶回真武山，敕令10数尊远古神灵降临宝平州助战。作为回报，这些远古神灵转而挥师攻伐天庭，牵制天外势力。崔禅又特意请来鸡汤和尚、钟馗等人坐镇宝平州南岳，彻底阻断了妖族利用战场上无穷鬼物作战的阴谋，让其惯用的阴鬼手段全然失灵。更精妙的是，他促成火神转世的阮秀与水神转世的李柳联手，以水火之力建造跨海长桥，将宝平州与北距泸州紧密相连。消息传开，无数北距泸州剑修毅然联袂南下，奔赴宝平州战场。这不仅是人潮的南下，更是浩然侠气的汇聚，为战局注入了关键的生力。在崔禅的通天谋划之下，天下奇人异士纷纷齐聚宝平州。面对妖族大军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总攻，这座看似渺小的大州竟如铜墙铁壁般屹立不倒，久攻不下。如此坚韧的防线，让周密也不禁心生感慨：怪我离乡太久，也怪崔禅谋划太多。他的弟子木屐望着手托白玉巾，法相高入云端的崔禅，由衷赞叹：秀虎崔禅不愧是隐官的师兄。周密闻言只是淡然回应：到底有几斤几两，不是不知。话音刚落，他便大手一挥，令王座大妖飞飞施展水法神通，决意水淹老龙城。滔天大浪裹挟着毁天灭地之势，朝着宝平州席卷而来。真龙至龟当即显出真身，纵身撞入海中，龙威震荡之下，当场震杀无数妖族。可周密对此视若无睹，反而转头对木屐笑道：先前你说崔禅不愧是隐官师兄，这话怕是不妥，该是那年轻隐官不愧是崔禅师弟才对。不等木屐回应，周密仰头望向苍穹之上的崔禅，以心声传音：秀虎以为然。崔禅却答非所问，只道妖族能过一座剑气长城，没理由过不了一座小小的老龙城。彼时周密正立于同叶州最北端地渡口，遥望着身处宝平州中部的崔禅，微笑着自语：虽说已经让秀虎失望，却不能让秀虎太失望。话音落下，他的布局已然铺展到极致，同时算计白野、陈淳安、老秀才三人，为挽救一州山河免遭破碎，白野毅然选择孤身静候一场围杀。7位王座大妖汇合一州之力，是要拿下这位中土杀力第一的修士。另一边，王座大妖刘叉为践行剑客送行剑客的执念，毅然离开南婆娑州战场，火速驰援扶摇州，欲与白野一战。陆之卫阻止刘叉，也即刻脱离南婆娑州战场，一路紧追不舍。陈淳安因二人离去，导致南婆娑州防线松动，遭受到了天下读书人的口诛笔伐。见状，左右当即从同叶州动身，赶往扶摇州驰援白野，而王座大妖萧瑟则果断出手拦截。此前，周密早已暗中切割同叶、扶摇两州的浩然气运，炼化为一件法袍披在萧瑟身上。这意味着左右一旦倾力出剑，法袍所承受的半数伤害都会转嫁到河道3州之地的文胜身上。
可危亡之际，向来尊师重道的左右已无退路，只能不顾一切的全力出剑，哪怕代价是伤及恩师，也终究不在左右为难。在周密的层层算计之下，整个浩然天下彻底陷入大乱，山下人间浮尸百万，血流飘橹，惨状不忍卒睹。面对周密这铺天盖地的谋划，崔禅自始至终默不作声。他心中唯一牵挂的，唯有桐叶州雄镇楼的矗立之日。此楼一旦现世，便能彻底断绝妖族在桐叶州的立足根基，届时蛮荒大势便会一泻千里，再无回天之力。为了这个最终目标，崔禅可以无视周密的所有算计，哪怕是白野的生死、老秀才与左右的安危，甚至是亚圣一脉陈纯安的处境，他都能暂且抛诸脑后。他的算计虽小，却精准地扼住了周密的命脉，让对方不得不在乎，不敢不在乎。因此，即便保平州3条战线皆在浴血拼杀，尸横遍野，大力国师崔禅依旧神色从容，除了驾驭白玉京与飞剑斩杀大妖，便只是与阵前的儒家子弟娓娓讲述诸子百家的宗旨精妙，仿佛眼前的滔天战火与他无关。不久后，扶摇州战场传来噩耗，刘插剑斩白野，借此跻身14境。这一战的落幕，让本就人心惶惶的浩然天下愈发涣散，而崔禅也终于迎来了与周密的最终对决。当周密再度派遣妖族大军与诸多远古神灵余孽朝着保平州发起总攻时，崔禅借来了齐敬春的14境修为，于战场之上横扫四方，脚踩神灵，神威盖世。激战之中，他刻意泄露身份，模仿齐敬春年轻时的行事作风，只为让周密误以为眼前之人便是齐敬春。要知道，一旦周密借助自身300万卷藏书助齐敬春稳固境界，实现真正的三教合一，再将其合道，便能占尽天地人三才，成就连三教祖师都无法斩杀的恐怖存在。万幸的是，崔禅的伪装成功骗过了周密，更趁机窃取了他的文海，以此砥砺自身学问，成功跻身14境。跻身14境后，崔禅即刻联手左右、君倩、赵天籁等人合围周密，这既是对扶摇州围杀白野一役的回礼，也是浩然与蛮荒的终极清算。此役过后，周密虽脸色惨白，伤势沉重，却依旧保留着脱身之力。而崔禅为了促成三教祖师未来的散道，最终选择请君入瓮，放任周密通过飞升台从保平州登天而去。周密离去之后，群龙无首的妖族大军瞬间陷入混乱，节节败退。为彻底断绝妖族的退路，将其尽数留在浩然天下，崔禅毅然动用山水颠倒之术，将远在剑气长城的陈平安唤归保平州。而他自己则选择在此地散道，以自身神魂与修为化为新的剑气长城，横亘于蛮荒与浩然之间，死死拦截住妖族的所有退路。眼见麾下大军即将全军覆没于浩然天下，半部15境的蛮荒妖族走投无路，只得选择散到天下，并在浩然开启3道归墟，让残存的妖族得以重返蛮荒，苟延残喘。崔禅身死之后，仍在天地间留下了最后一盘棋局，邀三教祖师落座对弈。当三教祖师于棋局之中看清自身存在早已对人间百害而无一利时，为了人族的未来，最终选择散到天下，将天地气运归还人间，让浩然涌现出一大批顶尖强者，延续了人族的希望火种。这场惨烈至极的战役以崔禅的生死道消落下帷幕，却也为浩然天下挣来了新生的可能。他以一身骨血铸就了抵御天清的最后一道屏障，也以一生谋略铺就了人族延续的未来之路。